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比糖更可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或许你也发现了，许多人开始控糖，戒掉含糖饮料，因为都知道吃太多糖对身体不好。难怪有营养学者直言，糖就是现代人身边的慢性毒药。然而，有2种看似平常甚至被认为健康的食物，其实暗藏比糖更惊人的危机。食安权威文，长安老师就曾揭露过其中的秘密。要知道，在过去几百年的岁月里，糖一直是稀罕昂贵的奢侈品，平常人很难有机会大量摄取。然而到了现代，糖成了随处可得的便宜原料，食品工业把它加入各种食物中，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糖分比祖父母辈年轻时高出好几倍，身体饱受其害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更出乎意料的是，比糖更可怕的陷阱其实就隐藏在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主食里。你是否曾注意到一件怪事？超商的白饭掉在地上，饭粒竟然不太会粘在地上，又或者好吃的面包放了好几天，摸起来依然柔软不硬，也没有发霉坏掉。这听起来好像很方便，但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寻常的原因？我们以为的日常主食可能隐藏着可怕的不腐之术，让食物长生不老，却可能加速我们人体的衰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糖类食品中的暗黑陷阱。首先要介绍的第一号健康杀手就是果糖。没错，就是水果的果加糖的糖。很多人一听果糖，感觉是从水果来的，仿佛比一般白砂糖健康。但事实正好相反。文长安老师指出，果糖其实并不是人体需要的能量来源，它在体内几乎无处可用，只能走2条路线代谢，要么转化成脂肪囤积起来，要么分解成尿酸排出去。换句话说，你吃下的果糖不会像葡萄糖那样被肌肉、脑袋拿去当燃料，而是大部分直接跑到肝脏，变成了内脏、脂肪或者尿酸。试想一下，当你猛喝含果糖的手摇饮或汽水，那些甜甜的果糖就一路冲进肝脏，转头变成脂肪塞在你的肝细胞里，日积月累就造成了非酒精性脂肪肝，也就是俗称的脂肪肝。更糟糕的是，果糖代谢产生的副产物还会让尿酸升高。尿酸高了会怎样？会引发痛风，让你的关节疼痛难忍，也会提高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想象一下，从前痛风是中年人才会得的富贵病，现在却有越来越多年轻人20-30岁就痛风发作。原因之一正是摄取过量的果糖。更令人担忧的是，如今连儿童青少年也无法幸免。许多小孩从小就爱喝含糖饮料、吃甜食，结果10几岁就出现肥胖和脂肪肝，有些甚至被诊断出第2型糖尿病前期。这些本来好发于中年人的慢性病，已经在年轻世代加速蔓延。高糖饮食无疑是罪魁祸首之一。想想看，我们是否要让下一代从小就被糖拖向病痛呢？你可能会好奇，糖不就是糖吗？果糖和一般的砂糖有什么差别？其实我们平常说的白糖、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蔗糖由1分子的葡萄糖加上1分子的果糖组成。吃蔗糖时，这一半的果糖终究还是要处理掉的。而有些加工食品干脆直接添加高果糖糖浆，甜度更高又便宜，却让我们的肝脏和代谢承受更沉重的负担。更不妙的是，果糖不像葡萄糖那样能刺激胰岛素分泌，让人有饱足感，它几乎悄无声息的就被转成脂肪。因此，喝下一大杯果糖饮料，你的脑袋还以为没怎么摄取热量，结果很可能1-2个小时后又饿了，继续吃下更多东西。长期下来，体重节节上升，内脏脂肪越囤越多，形成肥胖和胰岛素阻抗。接着就是第2型糖尿病找上门。回顾一下历史，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高果糖玉米糖浆开始在食品工业中流行。它价格低廉，甜度高，很快被广泛添加在汽水、果汁、饮料、酱料甚至面包糕点中。从那时起，人们摄取的果糖量飙升。当年我们的祖父母年代，哪里有人天天喝含糖饮料？现在便利商店满坑满谷的手摇茶、碳酸饮料，年轻人日常不离手。结果呢？现代人的脂肪肝、肥胖、代谢疾病发生率大大提高。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约有1/4的成人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
换句话说，每4个人就有一个肝脏里塞满脂肪，很多人自己还浑然不觉。脂肪肝若不改善，进一步可能发展成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难以想象吧？只是喝饮料、吃甜食，居然把肝给吃坏了。讲到这里，你大概明白了，果糖这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险恶。别再以为标榜果糖的饮料或点心就是健康的替代品。如果你不想年纪轻轻就挺着脂肪肝的大肚子，或是被痛风折磨的寸步难行，第一件事就是少碰甚至戒掉各种含高果糖的加工甜食。也许你会问，那水果本身呢？难道也不能吃？别误会，正常吃新鲜水果当然没问题，因为水果除了果糖，还有纤维、维生素和各种植化素，而且含糖量相对适中。不过，假如把水果拿去榨成一大杯果汁，纤维没了，一口气灌下太多果糖，对身体来说还是难以负荷。所以千万别以为把含糖饮料换成纯果汁就高枕无忧，果糖过量一样伤身。总之，第一个比糖更可怕的凶手，就是这看似天然实则阴险的果糖。它专攻你的肝脏和代谢，让你不知不觉中变胖、变老、变病痛缠身。值得一提的是，含糖饮料对肾脏的伤害如今也引起重视。台湾有洗肾王国之称，慢性肾病的比率居高不下。不少肾脏科医师指出，高糖饮食可能是主因之一。有专家警告，每周喝超过3杯手摇含糖饮，就会加速肾脏老化，损伤肾功能。由此可见，果糖过量不止伤肝，还可能拖垮肾脏，让我们提早一步走向肾衰竭的命运。接下来，我们再谈谈第二个暗藏在主食里的危机。这个凶手不是别的，正是加工过的淀粉。这话怎么说呢？大家每天都要吃主食，不管是饭、面包、饭团、米粉、地瓜，都是淀粉类。难道淀粉比糖还可怕吗？其实，自然状态的淀粉并没那么坏，问题出在修饰淀粉和各种加工手段，让原本单纯的谷物变成了另类的健康杀手。我们回想开头提到的现象，为什么某些饭、面包放了很久却不会干硬或腐坏？答案往往就是修饰淀粉和其他食品添加物在作祟。所谓修饰淀粉，简单来说就是经过化学加工或物理改性的淀粉。通过改变淀粉的分子结构，可以让它在高温、低温下表现出不同性质，达到各种食品加工需求。举个例子，正常煮好的稀饭放凉后，表面会结一层薄薄的膜，那是淀粉老化的自然现象。但是如果某款即食粥打开来放很久都不结膜，那极可能添加了防止老化的修饰淀粉。再如，传统的客家汤圆放冷了会变硬变干，但市售的冷冻汤圆解冻后却依然软 Q， 这其中多半也是修饰淀粉在发挥作用。换句话说，食品工业已经找到方法，让淀粉类食物长生不老，不会随时间变干、变硬、走味，保持迷人的口感。听起来不错是不是？食物能永久保持美味，何乐不为？但问题在于，食物不老化，人却会加速老化。值得一提的是，果糖是特别容易发生糖化反应的糖类，其形成 AGEs 的速度远高于葡萄糖，因此高果糖饮食对我们身体组织的老化伤害尤其猛烈。科学家和营养专家指出，如果我们经常吃那些不会老的食物，身体反而可能老得更快。这是因为了让食物保持年轻，添加的那些东西对人体未必友善。以修饰淀粉为例，虽然它来自天然淀粉，但经过化学处理后，分子结构已非原样。我们的消化系统对这些改造过的淀粉并不熟悉，有些修饰淀粉极易分解成单糖，造成血糖快速上升，长期看来会增加胰岛负担，促进糖化反应。所谓糖化，指的就是糖分子附着在我们身体的蛋白质上，产生糖化中产物。这些糖化中产物会在体内堆积，加速老化，破坏胶原蛋白，让皮肤松弛起皱，甚至损害血管弹性，诱发慢性发炎。简单说，你吃了太多不该吃的糖与淀粉，最后就会变成人体的焦糖布丁，外表和内在都提前衰老。例如，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像视力受损、神经病变、肾功能衰退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体内累积了过多糖化中产物。
导致组织器官受损失去功能。可见糖分把人煮老的威力有多惊人。除了修饰淀粉之外，面条的弹牙口感陷阱也是不得不提的暗黑角落。很多人爱吃面，就是爱那个筋道 Q 弹的口感。但你知道吗？面条越 Q 弹未必代表品质越好，有可能是添加物越多。正常情况下，要让面条有劲道，需要用高筋小麦粉富含的面筋蛋白来形成结构，可高筋粉成本较高。某些黑心做法就会使用磷酸盐类的添加剂，像是6偏磷酸盐充当调剂，把面条分子拉出人工的筋性，结果面条煮起来 QQ 有弹性，吃起来爽口，但其实那不是天然的口感，而是化学加持的效果。这种面条看似好吃，其实暗藏2大问题。第一，它太 Q 太有嚼劲，反而不易消化，增加肠胃负担。第二，更严重的是，磷酸盐在体内会影响矿物质平衡，它很容易把我们骨骼里的钙给抓出来，导致长期下来流失钙质。如果常吃这类含过多磷酸盐的面食，恐怕不知不觉中骨头变脆，骨质疏松提前报到。不仅如此，磷摄取过量对肾脏也不利，因为肾脏要努力把多余的磷排出体外，久了容易引发肾脏负担甚至病变。看吧，一碗 Q 弹爽口的面，可能偷走了你骨头和肾脏的健康，这代价实在太大了。甚至有科学研究发现，高磷饮食可能加速生物的老化。实验里，科学家让实验鼠长期摄取过量磷酸盐，结果它们明显比正常饮食的老化得更快，寿命更短。对于人类的观察也有类似趋势，血磷值偏高的人群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比例更高，死亡率也明显上升。虽然其中机制仍在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量摄取含磷添加物的食品对健康长寿毫无益处。所以下次看到 Q 弹异常的面条，想到这些隐忧，你还敢放心大口磕面吗？说完面条的 Q 弹陷阱，再看看细面高钠的秘密。有些面条标榜细细幼幼易入口，比如细米粉、面线等等。很多养生或减肥的人以为吃细面比较清淡，但其实某些细面制作时加入了非常惊人的盐分。文长安老师提到，一些传统工艺的细米粉含盐比例高得惊人，最高甚至可达盐的含量超过60%。这是因为在制作过程中加盐可以增加面条筋性，避免细面煮久了断掉，也有防腐的效果。可是想想看，60%以上都是盐，那还得了？吃一小把这种细面，钠摄取量就爆表。长期高盐饮食会导致高血压、中风、肾病等一系列问题。不仅如此，高钠还会让身体水肿，加重心脏负担。许多人可能没注意到，每天在外头吃面，汤头咸，面条本身也有隐藏的钠，日积月累，身体早晚亮红灯。试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日钠摄取量不超过2公克，约等于5克食盐，但一碗重口味的咸汤面往往就让你爆表了。长期这样吃下去，身体怎能不亮红灯呢？另外，许多人关心的泡面其实更是上述种种陷阱的综合体。方便面为了保存，要先油炸干燥，面饼本身脂肪含量极高，而且在高温油炸中也产生了部分糖化中产物。为了让泡面久放不坏，里头常添加抗氧化剂防腐，还有磷酸盐来保持口感。泡面煮起来 Q 弹的秘密，其实离不开添加物的功劳。同时，一包泡面的调味粉和酱料含有惊人的盐分和油脂，吃完一碗，相当于喝下一大锅高盐高油汤。曾有实验用内视镜胶囊比较泡面和新鲜现煮拉面在胃中的消化情况，结果发现2小时后，泡面面条还残留不少尚未分解，可见泡面不易被消化，可能与其中的油脂与添加剂有关。如果长期以泡面当正餐，对肠胃是一种折磨，对营养均衡更是灾难。韩国有研究指出，每周吃2次以上泡面的人，代谢症候群风险明显升高。所谓代谢症候群，就是指肥胖及血压、血糖、血脂异常等状况。由此可知，方便虽方便，代价却十分沉重。也许你会想，那我干脆不吃面，改吃其他看似比较天然的主食呢？且慢，在现代食品工业的魔法下，不只是面，许多我们以为健康的主食，
其实也可能被偷天换日。拿面包来说，你以为全麦面包就一定健康吗？市售很多号称全谷物的面包，为了增加柔软口感和风味，往往额外添加了糖浆、油脂，甚至焦糖色素。面包放好几天不会硬，可能加了保湿剂或修饰淀粉。颜色深茶色，看似全麦，其实可能是焦糖色素染出来的，假健康。真正天然的全麦面包通常不会太甜或松软，保存期限也较短。如果一条号称健康的面包可以放上1周还柔软如初，香甜可口，那多半是加了不少糖和添加物在撑场面。别被这种假象给骗了，甚至连白米饭都有玄机。某些便利商店的便当白饭，为了粒粒分明，不易腐败，会在煮饭时加入一点油或酒精当防腐剂，让饭粒表面形成薄膜，不黏腻。难怪饭粒掉在地上也不黏，因为外头裹着一层油。这样拌油的饭口感滑爽，但代价是额外摄入不少油脂，而且油拌饭会让淀粉更快被吸收，血糖上升速度更快。有些人认为吃米粉比白饭热量低又清淡，但如果那米粉里掺了不少木薯淀粉、玉米淀粉来增加 Q 度，你吃下的等于一半以上都是精致淀粉外加添加物，营养更差，还更难控制血糖。文老师也教了一招辨别米粉好坏的方法，把干米粉丢进水里试试。真正纯米制成的米粉吸水慢，可能要40分钟才会软化下沉，而且因为没有弹性容易断。但加了修饰淀粉的米粉，只要几十秒就软，而且不容易煮断，弹性十足。那弹性不是米给的，而是添加物堆出来的。我们平常吃火锅、炒米粉，如果没留意买到这种假米粉，就等于吃下一堆额外淀粉和化学添加剂。值得一提的是，就算抛开添加物不论，精致白面包的升糖指数也非常高。科学研究显示，白面包的 GI 约在75左右，竟然比白砂糖的65还高。换句话说，一片白吐司可能让血糖飙升的比吃同等重量的糖还猛烈。许多常见的精致淀粉主食，例如白米饭、白面条，也是高 GI 食物。难怪吃完一大碗白饭常会让人昏昏欲睡，那正是血糖剧烈波动后的反应。长此以往，胰岛素老是被逼着高强度工作，谁受得了呢？谈了这么多，来说说颜色越深的加工食品，这最后一个陷阱。有些厨师为了增色添香，甚至会特地在料理中加入糖或可乐来炒出焦糖色。这虽然卖相诱人，却是在大量制造 AGs， 把食物煮老给人吃。很多人爱吃卤肉饭，总觉得卤汁黑黑的特别入味，或者炒面、炒饭有种酱色，觉得特别香。但要小心，如果一道菜色泽异常深沉，很可能隐藏2种危机：一是烹调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糖化中产物，二是可能添加了过量的焦糖色素来骗过你的眼睛。先说糖化中产物，它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糖跟蛋白质、油脂高温作用后的产物，也可以理解为食物被煮老了的痕迹。这类物质常常存在于烤得焦香的烤肉、煎得金黄的煎饼、炸得酥脆的油条，当然也包括长时间炖煮变得很黑的卤汁中，它们带来诱人的风味和色泽。但科学研究显示，吃进太多 AGs 会在体内引发慢性发炎反应，加速老化。而且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癌症研究机构也把某些此类褐化产物列为可能致癌的物质。比方说炸薯条，洋芋片中因高温油炸生成的丙烯酰胺就是被认定可能致癌的毒物。再比如烧烤肉类表面的焦黑部分含有多环芳香烃等强致癌物质。如果长期试吃这些烤焦糊黑的美食，等于不断给身体累积致癌因子。至于焦糖色素本身，尤其是第4类焦糖色素，通常用在酱油、可乐等深色食品中，制造过程中用到氨和亚硫酸，可能残留出四甲基咪唑等有疑虑的化合物。研究指出，四甲基咪唑摄入过量会提高实验动物的癌症风险，所以国际上对焦糖色素的使用量是有规范限制的。如果一碗卤肉饭或一盘酱油炒面为了色相诱人，加了大量焦糖色素，那我们一口口吃下肚，岂不是把潜在致癌物也吃进体内？此时你也许睁大了眼，天哪，我随便吃个家常便饭都可能踩到这么多地雷吗？糖、果糖、
修饰淀粉、磷酸盐、盐、AGEs、焦糖色素，怎么感觉无处不在？的确，现代食品工业让生活便利，食物美味，但也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埋下健康隐患。据统计，一般人平均每天可能摄入上百种不同的食品添加物，从防腐剂、香精、人工甜味剂到色素、增稠剂，应有尽有。我们仿佛成了行走的化学工厂，各种添加物在体内混合累积，其长期影响谁也说不准。仿佛有一个无形的食品骇客在我们日常饮食中动了手脚，它让零食和饮料变得香甜无比，让面包面条历久弹嫩，让酱汁色泽诱人，偷走我们的味蕾，也悄悄偷走了我们的健康与青春。这位隐形的骇客深谙我们味蕾的弱点，知道人类对甜味和油香缺乏抵抗力，所以处心积虑地让加工食品变得格外甜蜜可口，使我们愈吃愈上瘾，渐渐忘记了食物的本来滋味。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个典型上班族的一日饮食暗藏了多少陷阱呢？早上，他睡眼惺忪买了杯甜滋滋的拿铁，搭配一个便利商店面包当早餐。这杯咖啡为了顺口加了好几匙糖浆，里头果糖满满，面包松软可口。但你可知道，它能在架上放好多天不坏，因为含有油脂和糖来保持湿润，以及各种添加剂来防腐。到了中午，他吃一碗卤肉饭或干面当午餐，饭和面本身没问题，可是卤汁和酱料为了浓郁滋味，加了不少糖和酱油，长时间熬煮，颜色黑亮。这一餐他不知不觉摄入了大量精致淀粉和盐，以及卤汁里潜藏的 AGEs 和焦糖色素。下午3点，他有点疲惫，又去买了一杯珍珠奶茶提神。香甜的手摇饮下肚，瞬间补充了满满的糖分和热量，但他的胰岛素也被逼得疲于奔命，他的肝脏则开始默默地把果糖转成脂肪堆积。晚餐时间，他嫌麻烦，泡了一包泡面了事。热腾腾的泡面下肚，几乎没有蔬菜纤维，也缺乏优质蛋白，只有碳水化合物、油脂和盐。睡前也许他还会吃点饼干或喝杯含糖饮料解馋，日复一日。这样的生活看似平常，却在体内累积下可怕的变化。小王的肚子渐渐隆起，血压默默升高，血糖值也一年比一年往上爬。等到某天体检，他才惊觉自己年纪轻轻竟然已有脂肪肝和前期糖尿病，皮肤也比同龄人松弛没有光泽。这正是长期高糖化饮食加速了衰老的迹象。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聪明的方法不是回到石器时代去吃生冷食物，而是提高警觉，聪明选择。首先，远离高果糖的饮料和甜点，渴了就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饮。想吃甜可以选择水果，但也别贪多。如果觉得白水没味道，试着加入柠檬片或泡一壶淡淡的花草茶，自然的香气同样令人身心愉悦。爱吃甜食，可以偶尔用1小时蜂蜜取代精制糖，或干脆品尝水果本身的鲜甜，既解馋也摄取了维生素。想吃主食的时候，不妨多选择地瓜、南瓜、芋头、糙米等天然食材，富含纤维且营养丰富，饱足感强，也比较不容易吃过量。一旦养成习惯，你会发现不加糖的茶香原来这么清纯。相信我，味蕾是会调教的。当你习惯了少油、少盐、少糖的饮食，再回头吃那些过甜过咸的食物，你反而会觉得受不了。那时你就真正戒除了对重口味的依赖。接着，主食方面，尽量选择天然、少加工的食物。白饭虽然有点无聊，但至少不含添加物。如果吃面，选择成分单纯的干面或自己和面制作，不要老吃外面那些 Q 到夸张的面条。购买面包时，留意配料表，糖和油排在前几位的所谓全麦面包，就不是真的健康面包。能自己下厨就自己做，至少掌控用料，不用害怕天然的食物会变硬变不好看。食材的新鲜原貌或许没有加工食品那么完美，但它是真实的，对人体友善的。最后，烹调方法上也要注意，少用长时间高温油炸、烧烤、熬煮的方法，多采用清蒸、水煮、快炒等方式，减少产生过多的糖化中产物。此外，不妨善用天然的辛香料来提味，例如葱姜蒜、香草和各种香料都能让菜肴风味提升。
而无需过度依赖盐和酱汁。当你习惯了食物的原味，会发现其实天然的滋味也很迷人。煮菜时能不用太深的酱油、糖色就尽量不用，保持食物原本的味道与色泽，才能真正吃出健康的身体。我们的身体需要的是均衡多样的营养，而不是过量的糖与精致淀粉。当你以足够的蛋白质、优质脂肪、丰富的蔬果纤维来取代那些空卡路里的加工食品，你会发现自己的健康状况明显改善，精力充沛，体态轻盈。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身体具有惊人的恢复力，就算已经出现了脂肪肝或是代谢问题，只要及时调整饮食与生活习惯，肝脏的脂肪可以消退，血糖血压可以降下来，早期的伤害是有机会逆转的。当你成功戒除了高糖、高加工的饮食，你会发现精神变好了，腰围缩小了，肌肤状态也改善了，整个人仿佛重获新生。届时你再回头看那些曾经让你欲罢不能的食物，可能就会觉得也不过如此嘛。健康带来的真正好处，远比一时的味觉享受更加持久，更加甜蜜。说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与食物的和平共处，而不是被美味俘虏成了健康的奴隶。如果你不希望中年以前就得面对脂肪肝、糖尿病、骨质疏松、肾脏病甚至癌症，那就从现在开始检视自己的饮食，把那两种比糖更可怕的东西踢出你的餐桌。一样是过量的果糖甜食，另一样是隐形在主食里的各种加工添加物，选择权还在我们手中。下一次当你面对香喷喷的甜饮或 Q 弹诱人的面时，想想它们背后的秘密，再问问自己，这一口下去值得吗？让我们一起远离饮食陷阱，找回真正健康的美味，为自己的未来多留一些青春与活力吧。